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自己活不久，我不是一个幸运的人。意识到这一个信念让我一直觉得我不幸运，甚至我活不久。对，连带会影响到的事情是你跟人的交情会变得相对浅薄，伴侣也是。对对，不想深交了。信念解掉之后，你的变化是什么？我好像比较敢接受那个挑战，因为不管是你的生活、感情、工作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好，然后你的信心是一直被叠加上去的。但我就踩着那个信心一直在想说，那我现在好像我只要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达到。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这是一个畅谈情绪议题、人际沟通、伴侣沟通以及自我成长等相关资讯的频道。那如果你也对这类型的资讯感兴趣呢，欢迎可以长期订阅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 我是莫。那这一集其实要来聊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活得越来越久，有些情况下是越来越没有能量，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反而是越活越有勇气，能量越来越好，面对不同的选择跟挑战都不会害怕。而在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影响的关键，就是我们究竟抱持着怎样的信念。所以这一集我们会来聊聊，究竟我们拥有怎样的信念可以让我们的能量越来越高，而我们如果有限制性的信念又可以如何去应对。那我会特别想要邀请莫来谈这一集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没有人了，不是是因为莫呢，我认识他其实很久了，那我也从他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自从进前公司，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合作推广学院，那我发现他的能量是越来越高，而且勇气值我也觉得很满。所以我想要邀请他聊聊他整个职涯过程有过哪些关键时刻，他原本的信念局限了他的发挥，而我们怎么破除它。最后呢，他现在是抱持着怎样的信念，那我们的能量又可以越来越强。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好话了，我们先来聊聊不好的事情。你有没有过就是信念不强没什么自信的时候？有啊，就是其实应该在7、8年前，其实我一直都是属于比较没有自信的，因为我那时候是空间管家嘛，那虽然我们很少碰到主管，基本上我的工作的环境是可以不用碰到任何人的，因为客人离开我才进去整理嘛，所以我只要知道说我当天可能需要跟其他管家碰面，或者是我需要跟主管碰面，比较有权威感的，我就莫名的焦虑。而且那个焦虑感是很明显哦，就是你焦虑到你好像真的需要去买一罐酒喝下去，然后你再上去这样。真的假的？真的。那难怪我这么爱喝酒。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我们在顶叉峰，在门口我们在准备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先点餐。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有讲到这件事。然后那时候你就边点菜的时候边问我说：“那你每次跟他们聊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感觉就还不错，那个过程就也蛮顺利的。”那时候就跟我说：“那你多累积几次这样的经验，假如你在下一区要再去的时候，你先想这一段的经验，看你那当下有没有办法先换个状态，然后再进去，你试个1、2次看看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你是这样跟我讲。所以这样讲之后，后来怎么样？后来我有尝试，就是要去之前，我先想了前几次比较好的经验，可能主管问我什么，然后可能我会想要跟主管讨论什么。我会先把这些东西先整理一下，觉得我有整理的时候，我的好像比较有底气的感觉，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你知道吗？那我在去的时候就觉得还蛮顺利的。其实经过那2、3次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比较不会害怕跟主管开会。其实我那时候会这样跟莫聊的原因，是因为他如果对于权威人士或主管，光是想到要跟他们碰面，就会有莫名恐惧。那我们得先把那一个情绪把它减弱，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是反问你，我才会问你说，你有没有过相同的事情，可是有产生好的结果？对，因为如果我可以从你的大脑里面让你调动出，这件事情你是有处理好的经验，那代表着它会提醒着你是有能力的。但是第二个，我们的自信其实很难是一直靠精神喊话。就是这件事我能够做得好的自信，它很难是靠精神喊话可以办到的。对。但是呢，它可以透过我们累积足够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要收集证据。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跟你说，你再收集1、2次看看，因为这些说话方式都是要
让整件事听起来不困难。对。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边啊，就会想说啊，反正不就是有准备就比较有底气，不就这样而已吗？我想说的是，确实后半段这里是成立的，可是呢，它的前提是，如果前面那个恐惧的情绪我没有先弱化它的影响，有些人是带着这样恐惧的情绪在准备的时候，他都不一定能够准备好。没错，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怕什么。对，因为他那个内在声音就会一直困扰他。对。那因为是刚好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这样问我，然后我知道说我好像有这样的信念，但是一般的人他要怎么去觉察他有被局限性信念给局限的这样子？对，因为大部分人也很难想到说我这种怕就是我信念影响我。他可能要在顶叉峰的那个点餐的地方看能不能巧遇，我帮他比较快。我们把刚刚的问题先切断来看，第一个是我如何去判断我现在抱持的信念它对我而言会产生局限性。对，因为局限性信念嘛，那代表我抱持的信念它带给我的不是一个更多体验可能性有能量扩充的，它更多是一种限制。比方说有些人的信念是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对，我就是做的没有比别人好。对啊，我以前很常出现这种声音。那如果会有这样的信念，它往往带来的是局限会居多，除非他的行为反应反而因为这样他更积极。就是反而是让他变激励他的感觉。对，因为有些人反而是这一个判断会带给他做事的时候更投入。其实呢，别人敢派任务给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资质，对不对？甚至是他想要栽培我们，所以他才把这个任务派给我。可是呢，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能力没有比别人好，甚至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我就把那个任务推掉了，那我就会认为那这个信念对他就会产生局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可是第二点是，那如果我意识到这件事怎么办？对啊，就是我知道，然后呢，就我接下来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把它，就是至少松动它嘛。有一本书叫《执行长日记》，那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有一个观点跟 NLP 的逻辑是很像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抱持的信念都是经不起逻辑的考验。怎么说？不信你看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你指的是哪方面没有能力？是对全部的事情都没有能力，对，还是说抽卫生纸也没有能力，打开电脑没有能力，还是哪一方面？所以你看我们就开始去细分，因为我是没有能力的人，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大。对不对？对。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往下去探讨的时候，就可能我把这一个判断变成是一个，到底在现实里面它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以业务来讲，假设我们今天做业务，那我觉得我是没有能力做好业务这个职位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你指的没有能力是在业务的哪一个环节？是开发还是议价？对。就要问得更细节，对，是说明还是服务？对，你指的是哪一个部分？所以是全部。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能力值0到10分，那你觉得是全部都0吗？所以这个时候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会从这里发现到，可能他的投入是有累积的，只是他可能某些经验让他受挫。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看法是，反正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这一个看法呢，其实会有一定程度会得到解脱，因为我就不用再努力了。我只要有那个想法，基本上反正我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嘛，那我干嘛那么努力？对，可是呢，我们往往会因为这样的想法，人生会变得更辛苦。所以如果我们再用刚刚那个逻辑再往下去细分，那如果业务能力，我们就把它拆成这4块，分别得分可能有3分，有6分，甚至有4分，也有0分。那我们就来看，以他的特质，最先提升哪一个能力，对他的业绩提升是最快有看到效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探讨的方向，反而不会是在探讨有没有能力这个题。你有发现吗？其实刚刚整个问题的导向已经导到变成是他现在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就变成是往解决方法的方向走了。对，而且我们谈的是他真的有机会去做到的事。对，因为与其我不断跟他争执你有能力你没能力但2个人聊不完。对。可是我喜欢 NLP 的地方就是很有可能我们在改变别人信念的过程当中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我们也不是所有信念都可以改，实际上都是要当事人，其实他心里是有想要提升自己，对，他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想要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在这样的动机之下，我们聊这个就比较容易中。不然他可能还是不断的反驳你讲的这些根本就是对啊，屁啦，反正我就没能力哈。像你后来啊，因为这样跟主管的回报啊配合都变得比较顺利了嘛，对不对？我印象中你几乎每1年或每2年你都是有晋升，对。但是这个过程你要升到下一个职位，你心里不会有那种又出现那种我可以吗？我行吗？你那时候有这样吗？其实我没有那种感觉。其实在这个过程啊，一直往上升的过程，在更早之前，我为什么也不敢承接？主要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好像也很久以前也有跟你聊过，就是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自己活不久。我不知道你有记得？有，我记得啊。那我觉得也可能也因为我一直想到这一件事，所以每次要有机会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幸运真的是会很久吗？还是说我其实可能我升上去没多久，我又会被拉下来？就是你会有一直那种声音，对。但是我记得应该也是那时候我们聊完这件事，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又有被松动了一些内在的感觉，对，因为我到了区组长要再往上升的时候，我就在想，不然我再试看看，对，说不定我可以再完成一个位阶，然后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我大概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其实那时候莫他拥有的一个信念是，我不是幸运的人，对。但是其实我不是幸运的人，往下一层，其实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判断是，我觉得我活不久，对。他会产生这个信念。我们那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得蛮细的啦。但是呢，我想讲的是这样，我仍然是带着他呢，针对他认为他自己活不久的这件事情，我们去厘清究竟这个信念它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判断跟思考。然后呢，那时候我们是透过闲聊的时候，边走边聊，然后边走边聊，然后把这个信念破掉。我觉得那个信念的形成，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的那个家庭的状况。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是走一走，然后聊个几句，结果我好像就觉得，对，为什么我要拥有这个信念？这个是从 NLP 的这种方法论去拆解信念这件事。但是我得讲它不一定是适用所有人。因为我觉得心理的领域还是有很多都还是未知的，对。但是我想讲的是，那时候我们在对话的过程，其实我有听到你那一个信念形成背后有几个关键点，所以那时候我是透过跟你聊天，陪你去确认一些事情，只要我可以让你意识到这一个信念好像已经不再需要存在了，你就换一个新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你得怎么想，对不对？可是呢，我从莫身上观察到的是，当我们找出了一个小时候因为特定的一个就是痛苦经验，然后产生的一个信念，那它影响我们到现在。当我意识到这一个信念让我一直觉得我不幸运，甚至我活不久，那连带会影响到的事情是，有可能你跟人的交情会变得相对浅薄。对，就是对，伴侣也是，对，也不想深交了，对，也不想要深交。我印象中是那时候帮莫结完大概2个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打给我，然后因为他很少打给我了，然后他打给我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有那个有另一半了，对，有另一半了，而且住在一起这样。”那我会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因为我就知道说，因为刚刚的那一个信念，我活不久，我不是一个幸运的人，它影响的范围是整个人生观。对啊，对不对？那你有时候一个信念解掉之后，它有可能连带影响的是你在每一个环节，因为你开始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或不幸运，对不对？那你觉得除了感情有因为这样变好，那时候你在工作里面你的变化是什么？我好像比较敢接受那个挑战。因为我在后来是区组长又再往上升，然后变区经理嘛，就是在接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啦，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没有那种我活不久那个信念了，但是我那个时候产生一个新的信念，就是活得一般久。到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对于做很多事情的信心，因为不管是你的生活，然后你的感情，然后你的工作运，我感觉那时候工作运好像非常好，这样你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好，然后你的信心是一直被叠加上去的。
但我就踩着那个信心一直在想说，那我现在好像我只要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达到。对，就是我那时候后来换了一个想法是这样子，不管是主管后来给我什么任务啊，我都觉得只要我想要把它做好，我就可以把它达到，我就可以达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信念其实很有能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先不要谈很大，我要成为世界之王，不是这样，而是可能我生活上我会遇到的事情，我心之所想，即便我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信念很好，是只要我想要完成它，我一定可以完成。对，或者遇到问题，我总会想办法完成。我想到曾经呢，我看过有一个导演叫卢彦勋，那他在那个只能喝酒的图书馆这一个频道，有分享，他好像是谈到那个他们在做案子的时候，每次拍片啊，从专案整合、开会讨论到进行，他们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事情总会在不顺利中顺利完成。这个信念很好。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有点类似，对不对？对，因为这段话很棒的点是，我们都预测到总会有我没办法预料的事情，或者我没做过的事，但是我一定能够想到方法去让它完成。对。那像你这样，因为整个自信从前公司这个过程，你就一直培养起来嘛。对。那甚至呢，你到后来也爬到应该已经算是你这条路线到顶的这一个职位了。你那时候准备要离职，然后跟我一起打拼，你心里都不会觉得说啊，那边其实就是对你人生下半场是最稳的一个选择。你没有那种挣扎吗？我其实好像没有那好像是有，因为你说其实好像，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一路以上爬上来嘛，我自己觉得这中间当然我改变了很多我的信念，因为我以前可能很担心的事情很多，然后我又很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我又没有什么信心，但这个过程其实把我的信心整个叠加起来。但我真的觉得我的前公司是一个文化很好、环境也很好的公司，所以也因为我在那边有点安心的，就是打怪嘛，就是打我内心的怪，然后我自己叠加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得到公司的认同，然后我爬到这个位置，那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再做其他的事？就是那时候我一直有跟你讲这件事。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两个在聊的就是我们到底到中年的时候是要选择安稳，还是我们想要去体验自己人生的多种面向。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也是聊到这一点，我说你只要想清楚就来，对，那我们就冲到底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升到那个职位，我要思考的事一定变多，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我可能要想团队要怎么运作啊，到底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我那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学院这边也刚好在尝试新的方法这样子，然后也在做很多就是转换，所以这两边的时间其实就是很卡。那我觉得我不想要耽误任何一边，因为我觉得这两边对我来讲都很重要。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全力的去冲刺。那在想的过程，其实我就也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在前公司，我有一点点觉得自己的成长停滞了，但那个停滞不是说这个公司没有带给我成长，而是我觉得我当然在那个位置对我的职涯成长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头衔很好。我以后就算我离开公司，我出去我有更多的经验，我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公司这样子。对，但是我就觉得我觉得那个停滞有点像是我看出去的东西就是有点局限。因为我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差不多，大概都是这一个空间租借对管理相关的事情，对，或者是人，然后或者是营业额，但我知道就是这些会带给我很多就是我以前可能没有学过的经验，但我觉得我好像想要的那种不是这种成长。所以其实我在想，有可能你那时候心里很常会出现一个声音，我真的想要这样吗？对，就是 对，而且我很常问就是我的另一半，就是说就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好像这个头衔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但是我有一点不确定它是不是我要的，因为我觉得是思维的成长有点被局限了，因为我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就是这些事，好像是我人生看不到其他风景了嘛，就你知道有点像是你一直跑步，然后跑到突然你停下来了，然后你发现这一条路的风景不是你要的，然后你就想说那我跑另外一条路看看。我懂，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啊，而且我自己的感觉，为什么我刚刚都会说你可能内心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声了？对，因为我知道的是我们
难免出社会久了，或者我换过几个工作，我们应该有些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也知道我在这间公司应该还算稳，可是呢，我光想到要去上班的时候，我全身上下都在排斥我要去到那边，然后我开始觉得每一天的时间过得好慢，即便我很忙。对对。然后呢，我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可是等到礼拜天的晚上，我想到明天要再上班，我心里其实没有期待感。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期待什么。对，所以其实聊到这一个，我现在很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刚刚在想到的事情是，会不会有人也跟我们一样遇到类似的经验，是其实收入也还行，公司的环境我们也算相对的契合，可是呢，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跑出来，就是我这辈子就走这条路而已吗？我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性？如果啊，你也有类似的声音，可是现在还在犹豫该怎么办？那我们推荐啊，我指的推荐是适合那一些，第一个是我们的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找机会的能力是有一定的信心。第二个呢是，如果我们没什么家累，不是有什么每个月那个固定支出高到爆炸的那一种，我们可以降低生活品质，没有差的。我觉得让自己有1-2年的时间冲去自己想要的地方也不错。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前公司的环境真的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觉得我是比较安心的在那边，我遇到事情我可以比较不畏惧的去面对，然后去处理。但是假如有一些人他的环境是没有那么友善的，但他又很想成长，他要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去突破？因为他可能会有每天很多负面情绪嘛，这些负面情绪就已经吞噬他了。假设我们谈几种情况，第一个是我的职场环境跟我八字对冲，对，那这个八字对冲的意思就是周围的人跟我属性很不一样，对，然后对待同事员工的方式又是比较不友善的，甚至呢没有完整的教育训练，可是呢很多的斥责，然后辱骂这样。那工作压力很大，同事之间又互相不帮忙，那我究竟该在这样的地方如何去提升自己的能量？说真的，我们得确认一件事是，你撑不撑得住？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你撑得住，你又觉得在这里的历练它有助于你跳到下一间公司，或者是在这里有你想要学的技术，你只要能够让自己知道说，我就是在这里几年我就一定走。就感觉有一个设定目标，对，你有设定一个界限，你心里会相对舒服一点点。那第二个才会是在现场呢，其实我觉得一间公司里面多少还是有机会，假设有10个人20个人，你多少还是有机会找到1-2个人是不错的。应该会啦。对，所以你有机会在里面去结交你自己的盟友，可是这个所谓的盟友比较像是都是有心想要把事做好，有一点私交，你至少里面有自己认识一个人，你会觉得有伴，那你在这样的环境你会相对撑得更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其实在谈的事情都是如果撑得住的人，我们能够从一段经验里面去拿到价值，那代表其实我也接纳，其实不会每个环境都完全顺我的意。对，我只是在修炼，在不同环境里面我都还可以生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是在这样的环境，我每天内耗到快疯掉了，甚至疯狂掉头发，那这个时候我的强烈推荐都会是，你要嘛是先让自己暂停，对，要么就是挑另外一个环境。这个不是逃避这个反而是一个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今天待在一间公司，我改变不了它，而这间公司的每一个人，甚至它的系统、它的文化都会造成我心理上很大的痛苦跟压力，那我待在这间公司努力5年、10年、20年，说真的，我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是比我原本预料的来得高，因为我不走可能只是为了那个钱，对，但是我忍受了这些痛苦，它让我在下班之后什么事都不能做，真的，对不对？所以光是想到从机会成本的思考，这离开不是因为我认输，而是我们想要更有效率的去使用自己人生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可以从我刚刚讲的这2种情况，当然还有很多情况，我就解这2个，我们从这2种情况其实谈回来的事情里面都抱持着一个信念，就是呢，我们是有权去替自己挑选就是适合我们人生的路。
这句话我好像以前也有听你讲过。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说今天是我有这个权利能够去替自己挑选适合自己人生的路，那代表决定权在我手里。一个人站在被动挨打的局面，相对他会很痛苦。但是假如他因为他已经深陷在那个其中嘛，所以他可能回去他也累了，他可能会跟你说，但是我回去就很没动力啊，你要叫我再去发展第二个专长，我就觉得很辛苦。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说没有动力的时候，对不对？我得说他已经告诉我们他的选择。就像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很有能量，但是我现在就不想做事，那我该怎么办？那就不要做。所以其实他的问题本身已经就是答案。已经给你答案了。对他，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不想做事嘛。对，那你都决定不想做，那你就顺心而为。可是呢，其实我想要探讨的事情是，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没动力，说我回到家很懒，那能够救得到他的，其实关键是在这句话的背后，他有没有期盼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如果他是有的这个期盼的，很有可能他的没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恐惧，或者暂时不知道往哪边走比较好。那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可以思考的事情就会是，先把那一个怕自己没办法做好的这一个信念，好好的用我们今天上半场教的东西稍微去理一下。但是第二个关键点是，他可以决定让自己休息多久，什么时候他开始想要去体验了，他尽量体验的动作呢都是小步。真的对，不要一次又跨太大，你知道你就小步去尝试，就像我们累积1-2次成功经验就好。从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状态，往哪个方向走，体验到哪件事，他感觉更好。对，我可以理解这种小步的感觉，就好像我一开始在学院推动的时候，我就先剪片嘛，就非常小步的讯息。而且我想讲的是，一旦我们说我要去外面尝试不同的事物，我要看我梦想的那条路在哪里，其实我得说，你梦想的那一条路从来不在路上，是在我们心里。只是我得去累积很多不同的尝试，我心里才会一直去比对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对，只要我们意识到我们有想要花时间找，终究会找到一条还不错的，不要说100%完美。对，但是还不错，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人生结局。对，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信念。所以这一集很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生活上的能量，甚至呢，如果有一些信念你觉得还不错，就可以拿去用哦。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